可凉。世间哀愁，无知无休，离散却别我泪已从头。我愿上苍在我之后，让天下骨肉相守。我心向往雨纷纷，爱恨如土风的安详。我心向往烛火之光，每日格外荒凉。你死而复生，我为你高兴。如今世上的人都以为我死了，不，你一直在我心里。这次来到咸阳，我才知道，若是当年我真的摔死在崖下，或者永远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，也许会更好些。别这样说，你若真的因为挫折困顿而放弃了当年的志向，就不是我喜欢的那个子歇了。可是那个子歇，是因为有了月儿，才是子歇。从小到大，我只给你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。说到烦恼，的确不少。若不是当年你在膳房里偷糕，若不是你把树上的果子打下来，若不是你手把着手传授我用鞭子，我黄歇怎知道天下有如此好的女子？子歇愿意天天陪着月儿，月儿就是我日日的盼头。别说了，月儿一生都是欠子歇的。不哭了，你我之间若要是说欠字，就少了情分了。不哭了，不哭了。我已打定了主意，明日申时离开咸阳。你是否愿意跟我一起走？你要走，还这么着急？为后已死，如今楚国也无人追究我逃婚之罪名。屈子前日派人送来了书信，望我归楚。你跟我一块儿走吧。我知道你已经有了身孕，但你若跟我走，我愿以性命保你们母子一世周全。这次虽然没有黄鸟，没有枣树，但我仍会雇好一辆车，在城外等你。可月儿已不是原来的那个月儿了。
在我眼里，月儿永远是那个月儿。答应我，你会来。答应我，你会来，月儿。说，你一定会来。告诉我，一定会来。大王，已是酉时了，您还没吃一口东西呢，给您传膳吧。寡人不饿。下去吧。是。这么说，芈月真的要走了？奴婢派珍珠假作过去送东西，只见那边2个小丫头欢天喜地，说芈月今日从外头回来，样子古怪，不是年节的，却赏了他们2人不少东西，让他们俩以为芈月在外边捡了宝呢。这不是明摆着要散伙打发人吗？芈月这一走，只怕我们今生今世都难再见了。走了这个霸星，王后在宫里也能睡个安稳觉了。姑姑嘴里唠叨着霸星这些年，我不信，都快被你说信了。威后对奴婢恩重如山，没了芈月，奴婢答应威后的事情总算有了了结。唉，要不是怕芈月多心，我真该去她那里看一看，也算是送她一程。王后歇息吧。香儿和慧儿都已经被我打发出去了，我们若是真要走，现在必须上路了。昨日子歇，他和我说了许多，但有一人，他从头至尾就没有提及。我能猜到，他为何不提他？他若提起大王，只怕你不会答应跟他走。是啊，我心里放不下，我不可能不想到大王。想到大王，我就拿不动这包袱，走不动路。事到如今，你顾不上两头了。是，姑姑说的对。怎么了，月儿？孩子，孩子在动，他在动。快坐下歇歇。我从没有过这样的感觉，我实实在在感觉到他在动。孩子听见了，
它是最有灵性的。我不可能不想到大王。有了这孩子，我怎么可能不想到孩子的父亲？月儿，月儿，好了，月儿。我该怎么办？好了，好了，月儿。月儿，好了。再哭下去，身子会坏了。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月儿，你的心意我也知晓。无论怎样，我心里永远有一块地方是留给你的。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公子恕罪，大王已在郊外的十里亭备下了酒水，想与公子一叙。大王，黄歇到了。大王，黄公子，你我郢都一别数年，今日咸阳再会，实是令人欣喜。当初寡人曾劝说你到秦国来，你婉言拒绝了。如今你身在秦国，寡人若不尽地主之谊，就让你悄然离去，岂不有些遗憾？谢大王厚爱。寡人仅备薄酒一杯，略表心意。公子不远万里来到秦国，何必离去匆匆？我本是死里逃生之人，既然死过一回，对人世就有更多的留恋和亏欠。黄歇眼下有些许未尽之事，所以不得不离开秦国。想当年，公子少年才俊，与寡人在郢都驿馆畅谈天下，恍若昨日。如今能见故人，甚好。寡人承揽天下英才，公子何不留在秦国，与寡人共谋天下？我已离家乡多日，当早日返回家乡，与亲人团聚。好男儿志在四方，求田问舍，其英雄所为。屈夫子在楚国召我返乡，弟子誓师，敬同于父，所以我应当在屈夫子门下侍奉，怎敢效法天下英雄？如此，当真可惜了。公子请。
都这个时辰了，那边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王后，要不奴婢再让珍珠去打探一下，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姑姑不用去了，去也无用。王后此话何意？芈月，她不会走了。为什么不走？这个我也不知，但我猜想，她不会走。芈月没有道理不走啊！她跟黄歇情投意合，不是发誓要白头偕老吗？黄歇为了她弃官逃婚，她为了黄歇假意给王后当应试，黄歇为了救她险些丧命，她为了给黄歇报仇才进的秦宫。如今王后千方百计要成全，水到渠成，她怎么反而不走了？我也曾和姑姑想的一样，可惜岁月如斯，物是人非。这些年经历了这些事，就算黄歇还是过去的黄歇，芈月已经不是过去的芈月了，是我想错了。这么说，他想要的已经不是他当初想要的东西，更不是他该得的东西。姑姑不要说了，这是命。我不认，我不认这个命。公子或许已经听说，诸国在公孙衍挑唆下，正准备联合伐秦。楚国身为大国，应有自己的盘算，不该为他人所用。望公子能说服楚王，不要与秦国为敌。既是争霸天下，就要各显其能。黄歇回楚之后，不会故意与秦国为敌，但会更多的为楚国做打算。前次秦楚开战，令楚国丧失汉中600里，恐怕楚王此刻如鲠在喉。公子人品贵重，可惜不能为寡人所用。来，寡人敬公子一杯。大王请。公子再干一杯，下次碰面，无论是敌是友，均是缘分。能与大王一醉，黄歇何幸如之？这第3杯，祝公子一路顺风。大王，干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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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丫头，大王，都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歇息呢？大王这里许久无人打理，芈月于心不忍。你这是何苦呢？寡人都已经说过，等你腹中的孩儿出世后，你再来成明殿，给寡人整理书简。可惜这孩儿和他娘亲一个秉性，性急起来万事顾不得。今日这孩儿在我肚子里踢打不停，想来是在宫中待得烦闷了，要我带他出来散散心。我带他过来，刚进了大殿，便立刻安稳了。寡人看看，这个孩子为什么到了成明殿就安稳了？因为成明殿书营四壁，墨香四溢。看来是个喜好读书的孩子。记得寡人第一次遇上孩子娘亲的时候，却以为她是个只知晓用鞭子的野丫头，谁料竟与书斋有缘。好好的，怎么哭了？月儿没有哭，月儿只是心里头更清明了。你清明就好了。你该知道你在寡人心头的分量。寡人疼你，疼咱们的孩子。大王，好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好了好了。八子，嘿嘿，张子，久违了。八子，多日未见，这果实已经成熟了，啊！哈哈哈哈！大王唤我到成明殿议事，公事一完，办点私事，来看看你。张子是我一直想见又不得见的人，你若再不来看我，我就去见你了。张仪做什么不妥之事，让你如此惦记？是因为芈月有一事不明，存在心里许久，说出来后，望张子答疑解惑。单说无妨。张子可否告诉芈月，那日四方馆是怎么回事？什么四方馆？张子不要顾左右而言他。那日我和子歇都是被不知名的神秘之人约到四方馆去的。现在想想，那人不该是想要害我们。说起来，四方馆是最周全的地方，如此安排缜密，太像张子的手法了。这事你可冤枉张仪了。有人想做局，大王担心你们不知凶险，掉进其中。接下来的事，我张仪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。大王，要谢你就去谢大王吧。难道大王知晓这一切？大王的眼睛无处不在，只是他情愿看到，还是不情愿看到？那大王不疑心芈月
与子歇有私情？大王当然知道你与公子歇两小无猜，情投意合，当然有私情。但是大王深信你已经是秦国的八子，而非楚国的公主了。那最后的结果证明，大王没看错你。谢长子帮芈月解开了这个心结。这心结是你自己解的，与在下无关。方才长子提到，说有人做局，这事有些蹊跷啊！做局的人藏匿很深，我想大王多半是因为揣摩不透对方的用意，所以把这事暂且放一放。这阵子大王特别忙，天还未亮就跟司马错和公子华一同出城去巡查军务了。这样看来，函谷关外的风声是日渐紧起来了。我们还是回去吧。恭送八子。王后，大见免礼。大王说，监管兵器制造的大公爷叫工匠们研制出一批新的兵器，正好处理子也从函谷关回来了，要和他一起去看那些兵器。这几日，大王就住在宫外了，后宫的一切就交给王后。大王还说，宫中有王后主持，他很放心。知道了。那老奴就告退了。姑姑，好了吗？还要再熬一会儿。姑姑，女医治去哪儿了？怎么换了个姑姑？啊，听说女医治在咸阳街头被恶霸打劫，头上伤得厉害啊！王后那边只好临时指派了艾姑姑来照料你。女医治伤得重吗？都被抢了些什么？据说是买草药的钱。秦国实行连坐之法，轻罪用重刑。那街头恶棍竟敢光天化日之下抢劫智姑姑，这胆子也太大了。是啊。拜见八子。艾姑姑，我来吧。这是太医院开的补身药，八子还是趁热喝了，免得药性差了。姑姑看着好面熟。月儿忘了，艾姑姑也是王后的陪嫁，跟咱们一起从楚国来的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当年艾姑姑还曾随着女医治到林园里来采过草药呢。可不是，在楚宫时，我和女医治走得最近，这次也是女医治向王后推荐我替她来照料八子的。这药的气味闻着好像和昨日的不同。这是太医令新开的药方。李密太医最近刚升了太医令，王后说八子临盆在即，特意嘱咐他勤来给八子请脉。唉，日日吃这些苦药，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。按日子算，还有1个月就要临产了，快了。魏夫人，妹妹，
魏夫人有何事？妹妹本是天生丽质，可是今天细细看来，这面色可不太好，怕是气血有些亏吧。嗨，什么亏不亏的，还不是过一日混一日。妹妹可千万不能这么说，我们这波人呀，算是过气了，可妹妹那是春光正好啊。妹妹不心疼自己，姐姐还心疼你呢。哦，对了，姐姐那有一个极好的补血养颜秘方，不知道妹妹愿不愿意试一试啊？是吗？管用吗？秘方是先王后留给我的，当年先王后独自一人享用这秘方，那容颜似芙蓉出水，宫中的女子都妒忌死了。那若真如姐姐说的这样，那就先谢谢姐姐了。妹妹若是不嫌弃，去我宫里坐坐，容我把秘方给你找出来。是。这2日，这孩儿在我肚子里闹腾的厉害，让我整日都觉得心里慌慌的。说起来，日子还没到，八子也该小心着。啊，昨日八子执意要到园子里转转，是不是累着了呀？我哪有那么娇贵啊？八子的脉象不是太好，这2日就不要外出了。臣再给八子开几副药，艾姑姑煎好以后，请八子早晚各服用1次。是。自从服用了九溪安神丸，每日天一黑，我这眼睛都快睁不开了。王后这2日睡得可真好，昨日王后刚睡下不久，小公子的奶娘就在王后的窗前打碎了1只碗，我们都怕会惊醒了王后，谁料王后竟毫不知觉。王后白日辛苦，晚上睡得香甜些也是应该。说起来，这只百宝匣还是王后出嫁时威后特意交代奴婢带上的，匣子里装的都是楚国珍藏的罕见神药，秦国这边的太医只怕见都没见过，每一种药的用处也都在匣子里标得明明白白的。那姑姑就收好了，要用的时候问你要就是了。王后说错了，奴婢想的恰恰相反，是该把这匣子交给王后的时候了。那是为何呀？一来是这匣子里的东西过于贵重，王后保管更为合适；二来，奴婢也上了岁数，早些交代了，心里踏实。舒儿还要姑姑看着荡儿长大成人呢。姑姑这么一说，就是想偷懒。奴婢哪儿敢偷懒？匣子里装着的都是威后给奴婢的嘱托，奴婢活1日就不敢有一丝怠惰。好了好了，你若硬要给我，明日再说吧，我可要去睡了。我这贪睡劲儿啊，好像只有荡儿能跟我比了。姑姑，你看，八子药给您煎好了。多谢姑姑。快喝。八子，我们回来了。今日永相真是忙得很，我们去领东西，竟等了快1个时辰。说是八子要生产了，大王叮嘱内府给了不少好东西呢，待会儿给八子看看。好，行了，看你们2个小丫头打扰的，八子的药都快凉了。
孩子，姑姑，夏儿慧呀，快去把艾姑姑找来！啊，夫人，夫人，艾姑姑，姑姑，艾姑姑呢？人不见了，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屋子里没有人，人不见了。姑姑。要生了，月儿只怕是不好了，羊水都已经破了。慧儿，跟我去王后那儿找人。夫人，你怎么样了？夫人，王后，开门！开门！王后，开门！开门！慌什么？开门啊！姑姑，王后，快开门！开门开门啊！开门！王后，快开门啊！珍珠珊瑚，你们两个回去守着王后。王后，是。你们几个随我来。是。开门！王后，开门！王后，深更半夜的喊什么？王后跟小公子早就睡了，你们有几个脑袋在这儿吵闹？大妈姑姑，求您去通报王后，米八子腹痛不止，而且已经见红了，怕是要生了，求王后请太医去救命啊！救什么命啊？哪个女人生孩子不叫几声痛啊？就你们八子金贵？玳瑁姑姑有所不知，八子已经疼得说不出话来了，再晚会出事的。行了，你们回去吧。明早王后醒来，我自会禀报。赶出去，关门。是。玳瑁姑姑，你不能走，八子性命在你手里，你不能见死不救。你吓唬谁呀？姑姑，女人生孩子，痛个2、3天是常事。我已经说了，明早王后醒来，我自会禀报王后，王后也会宣太医来。玳瑁姑姑，求你了，八子是王后的亲妹妹，她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你们闹也没用。太医都在宫外，这深更半夜的，谁去给你们找太医呀？你们不是有王后指派的女医吗？找她去吧。你不说我还忘了，事情怎么就那么蹊跷？突然腹痛，要临产了，那个爱姑姑却莫名其妙的不见了。这里面有鬼，一定有鬼！什么有鬼没鬼的？你不要故意生事啊！我要见王后，有人要害我家八子！闹够了没有？王后，救命啊！王后，把他捆起来，塞上他的嘴！王后，玳瑁，我塞上他的嘴！就是你要害我家八子！从他出生开始那天，闭嘴！快走！你老实点！快走！你算什么东西？关门！繁星如许，明月如初，前尘往事从何起数？心有情丝万千束，却生得一缕孤独。春花开谢，秋草又枯，盛衰荣辱，如何细数？泥水暖，为水寒，
换不回一人入骨。尝尽悲欢离合人间苦，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？去心诉是一度，去情再相负。愿为你平静柔情傲骨，望尽相思红颜凋零处。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，爱如星，恨如骨，生死再相负。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，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。